这看似意外的一场车祸，其实是一出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加拿大人也第一次认识了这样一个词汇，叫做荣誉谋杀。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开篇之前说一点题外话，如果您对有写同类文案感兴趣，包括未解之谜、宇宙探索、灵异事件、奇异悬案、人类起源等等冷科技奇闻异事的，我们欢迎您的加入，请联系飘飘然工作室全拼谷歌信箱，也就是飘飘然工作室 @gmail.com， 欢迎咨询，非诚勿扰。飘归正传，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发生在加拿大的真实而震惊的事件。每一个从世界各地移民到加拿大的人，都是怀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踏上这片土地，要在这个自由和平的国家度过幸福的生活。然而，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照片中的这三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跟她旁边的这位家人来到加拿大时，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呼吸这里自由的空气，死亡已经默默的在逼近。在移民仅仅2年后，他们年轻鲜活的生命随着一辆坠落的汽车沉入水中，而随后揭露出来的案件真相，彻底颠覆了民风朴素的加拿大人的三观。因为这看似意外的一场车祸，其实是一出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加拿大人也第一次认识了这样一个词汇，叫做荣誉谋杀。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一起震惊加拿大的沙菲亚家族的谋杀案和背后不为人知的所谓的荣誉谋杀。时间回到2009年6月30日，在安大略省京士顿的一条运河上工作的工人赫然地发现，在水中有一辆黑色的轿车，车内漂浮着4具女尸。从现场看，这好像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汽车失控，不幸地坠入河中。警方收到报告，准备处理案件时，警局门口来了一家3口人，来报告说他们的家人失踪了。简直是太巧了，刚刚在运河之中发现了4具尸体，那么经验证核实呢，就是他们失踪的家人。来报案的是沙菲亚家族的父亲穆罕默德·沙菲亚，母亲图巴和他们的儿子哈米德，而失踪的是他们的3个女儿，分别是19岁、17岁和13岁，同车的还有他们的阿姨兼保姆罗娜。据他们说，他们一家7口人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玩了之后回来的路上，那么呢，昨天呢路过京士顿的时候，就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下了，准备第2天再回蒙特利尔的家。晚上，他们的大女儿拿了车钥匙，说是要去车上取衣服，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大女儿刚刚拿到了驾照不久，有了车钥匙，他就带着2个妹妹和保姆偷偷的溜出去开车兜风了。直到今天早晨也不见他们回来，所以呢，家人就赶来报案。没想到悲剧已经发生，估计是驾驶经验不足的女儿把车开进了运河。警察呢，虽然对这一切心存怀疑，但也没有什么证据，就公事公办，录口供，做记录，然后呢，把一家3口送出了警局。看着他们上了车，那是一辆7座绿色的庞迪亚克家庭车。坠车溺水案就归入了突发性死亡类的案件进行处理。之后的尸检报告也证实了这4位女性，她们的死亡确实是溺水而引起。案件报道出来，媒体一片哗然，为第2天的加拿大国庆节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警察心中仍有挥之不去的疑惑。他们走访了汽车旅馆，得知前一晚沙菲亚一大家
入住的时候是2辆车，其中一辆就是坠入水中的尼桑，另外一辆却不是他们报案时开的庞迪亚克，而是另外一辆闪亮的银灰色的凌志越野车。于是立即联系了沙菲亚的一家。对此呢，沙菲亚一家的解释是，儿子哈米德那一天呢需要用他的电脑，就开着凌志车半夜回到了蒙特利尔，取到电脑之后，然后又连夜赶回了旅馆。然而大家知道，京士顿到蒙特利尔单程就是300公里，来回马不停蹄要6个小时，而他们第2天就要回家。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回去取电脑呢？并且为什么回到家后又换了一辆车开回来的呢？这里出现了3种车型：尼桑、庞迪亚克和凌志，而尼桑是掉到水里了，庞迪亚克和凌志被兑换了。对这些疑问，萨菲亚家呢回答是支支吾吾，但是这些不足以作为拘捕的条件。警察再顺着这条线索去摸瓜，发现沙菲亚家在回到蒙特利尔之后，向保险公司报告了一起他们的凌志车被撞，而肇事者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踪迹，也就是说是一个 hit and run。 怎么就这么巧凌志车就被撞了呢？恐怕里面是有鬼的。警局通过他们的渠道拿到了凌志车的损坏情况，然后把尼桑车的损坏情况一起交给了专家进行对比。结论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撞击的痕迹完全对得上，也就是说是这辆凌志车从后面撞了那辆尼桑车。但是这也不足以证明这是在案发地点撞的。与此同时，警局对沙菲亚一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这一查，重重的疑点浮出了水面。沙菲亚家里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却没有跟着一起去尼亚加拉瀑布度假。那辆落水的黑色尼桑也是在度假之前一天刚刚买的便宜的2手车。这个可不是符合沙菲亚家出手非常阔绰的这种习惯的呀。而且家里本来已经有2辆车，不需要为了此次旅行再去买辆车。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尼桑坠毁的现场有凌志车灯的碎片，而且尼桑车被打捞出来后，发现车里面的4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车的椅子竟然是后仰的，车的档位也不是在前进档。另外，沙菲亚家里的电话留言里有穆罕默德咆哮着扬言要杀掉大女儿的留言。各种证据表明，当时去警局报案的沙菲亚一家3口正是坠车溺水案的最大嫌疑人。而同车一起溺亡的那个所谓的保姆，后来的调查发现实际上是穆罕默德的第1任妻子。这一起表面的意外车祸实际上是由穆罕默德一手操纵的策划已久的谋杀。而在这之后的案件审理和调查当中，沙菲亚一家宣称他们是为了捍卫家族的荣誉而执行了荣誉谋杀，更是颠覆了人们的认知，震惊了整个的加拿大。什么是荣誉谋杀呢？在这个案件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少加拿大人听说过这个词。荣誉谋杀这种骇人听闻的犯罪，其实是指的凶手为了挽回家族的荣誉而谋杀家庭成员的极端案例。受害人通常为女性，她们因被怀疑有婚姻的出轨、打扮时髦、言行不端等等失真或者是不检点的行为，又或者是拒绝家庭包办的婚姻或者是想离婚等等，而惨遭杀害。凶手多为男性，并和受害人有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发生荣誉谋杀的国家大多数是受到宗教的影响，比如说在东南亚、中东还有印度的一些地区。那么回到沙菲亚家族的案件，这样一个看似美满的移民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穆罕默德下此毒手呢？
穆罕默德·沙费亚出生于阿富汗，他与第一任妻子罗娜的结婚后，发现妻子呢无法生育，于是娶了第二位妻子巴图。在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两位妻子一直生活在一起。不过呢，随着巴图不断的生孩子，罗娜的地位也就不断的下降。由于阿富汗的战乱不断，穆罕默德带着一家大小到处寻找着适于长期居住的地方。他们先后在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阿拉伯酋长国等国家进行居住。这期间，穆罕默德也是走了狗屎运，经商发了不少的财。同时，他的第二任妻子也一共给他生了7个孩子。穆罕默德最终于2007年选择了在加拿大定居，这要归功于魁北克政府的投资移民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只要钱到位，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和最终的公民身份。移民申请的时候，穆罕默德隐瞒了2位妻子的事实，只填了第2位妻子的名字。但是在移民后，立即以保姆的身份把第1位妻子也申请到了加拿大来。就这样，一家10口在蒙特利尔开始了新的生活。表面上，这是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他们买下了蒙特利尔的一个商场，孩子们出入有豪车，穿戴是名牌，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而在这光鲜的外表下面，是沙菲亚家族奉行的男权主义，是穆罕默德的高压管制和几个孩子们的叛逆抗争。孩子们在学校中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由思想，不是每个孩子都愿意屈服于在父亲的强权之下的，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打扮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将来的生活。当时17岁的大女儿甚至有了自己喜欢的男朋友，而这一切在穆罕默德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违背了他所信奉的教义。当他得知大女儿有了男朋友后，把大女儿禁锢在家中，让她停学了1年多。后来又发现16岁的二女儿也开始与男孩子交往，愤怒的他在女儿的房间里翻找出所谓的不雅照，而那个照片其实就是二女儿穿着短裙跟男孩子站在一起拥抱而已。最让他抓狂的是小女儿，小年纪就喜欢时髦的打扮，还经常的逃课。穆罕默德在出席他们的社区的宗教活动的时候，曾经跟人说起他担心这几个孩子将来会失去控制，他可能会采取措施。这个荣誉谋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团体认可这种行为，他们会鼓励凶手去行使这项使命。当大女儿终于回到学校后，她不顾一切地继续跟她所爱的男孩子来往，穆罕默德被彻底的激怒了。他经常在家里管教辱骂女儿们，女儿们在他们的头巾下常常隐藏着被父亲殴打的伤痕。终于他要行动了，他安排了一次家庭旅行，买了一辆便宜的2手车，把3个小的孩子安置在朋友家里，就带上了其他的孩子出门了。他把杀掉大女儿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图巴。图巴问他，那其他的2个怎么办？他的回答很干脆，那就一起都干掉吧。大家知道，所有的孩子都是图巴亲生的，至于第一任妻子，那是顺便搭上一起干掉的。因为这位妻子经常提出要跟他离婚，如果一夫多妻的事情暴露出来，也是大麻烦。于是在路过京士顿时，穆罕默德就指使妻子图巴以及他的儿子哈米德以溺水的方式谋杀了3个女儿和第一任妻子，并把他们装入了尼桑的车内，制造车祸假象。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把尼桑车开到河边，变速器放在中间的档位，然后呢让车子滑进水中，但是车子不往前滑行，于是他们就用凌志车从后面撞，把尼桑车推进了水中。这也是为什么儿子哈米德半夜回到了蒙特利尔，换了一辆车又回来了。沙菲亚家族案在加拿大媒体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的宗教、种族话题太敏感，案件裁定和量刑是应该遵循加拿大的法律还是遵循阿富汗的法律呢？由此引发的全社会关于加拿大价值观的讨论。对沙菲亚案的审判也是加拿大史上第一次以4种语言进行的：英语、法语、波斯语和西班牙语。法庭上一度的像联合国开会一样，同声翻译不断，大屏幕也要显示各种语言。而由于公众对这个案件的极大关注，法庭内外挤得也是水泄不通，被媒体形容为像是大型的演唱会现场。最后沙菲亚一家3口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分别被判4项1级谋杀罪，终身监禁25年，不得假释。就这样，这个曾经完整的移民家庭从此分成了阴阳3波，一波在天堂，一波在牢房，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由社会抚养。荣誉谋杀的背后是对男权至上的侵犯和挑战，因为这个荣誉是男人所谓的荣誉，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男人如果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家庭，这个男人在社会上就不被信任，无法参与公共事业，包括参与金融、从政等等，都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在加拿大是不允许存在的。移民们在机场第一次入关的时候，通常会被告知欢迎你们来到加拿大。然而从此以后，你在家里的地位就会在你的夫人、你的孩子，甚至你家的狗狗之后了。估计沙菲亚一家在登陆的时候，移民官忘记说了这句话，或者呢，即使是说了，也无济于事吧。而沙菲亚及妻儿是如何将4个女性同时溺死的细节，从来都没有供述，这也成了这个案件的悬疑。但是已经不重要了。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这个荣誉谋杀案呢？好的，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彪哥 ，Peace out。